第一把主要队友玩的还不错，然后我们一直拖发育起来了。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就是我讲过了，到时候你感兴趣，你可以明天看看回放。第一把我应该不会当素材打，你可以到时候明天看直播回放。直播回放我打的时候我也讲过，为什么我死了不亏？你可能觉得主播在怼音，哎，你死了你为什么不亏呢？哦，你被杀了，你跟我说你不亏，但事实是就是不亏。我虽然死了，但确实不亏的，而且甚至可以说是赚的。极端很容易，但这种东西肯定不适合在视频里说。我操，在视频里说死了不亏，绝对你死了还不亏，骂死你，臭小子！直播说一说倒没什么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节目效果。为仆则忠，为主则当，这便是道德。什么时候带 TP？ 压力大的对局就带 TP 好了。主要是我发现现在这个对局吧，有个闪现打团空间会，有个闪现打会更好赢一点，打架能力更强。带 TP 确实更好赢游戏，但是带闪现的话会玩的爽一点。就是陷阱。或者说分段特别高的时候再考虑带 TP 吧。现在这种就是如果不需要你 C， 你就可以开始带 TP。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游戏吧，你别说这个只是一个400-500分的对局吧，就算换成我1区大号的那个，我都不想带 TP 了，因为好恶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经常排到那种很恶心的人，明明1000分了，但是感觉玩的跟个白银没什么区别，就靠自己 C 嘛，带闪现就是靠自己 C， 带 TP 的话就是稳健，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。趁着小兵在扛场把这个兵补了。上把其实队友没怎么发力啊，上把说实话队友真没怎么发力。你说第一把翻盘确实是队友发力了，但第二把纯粹是主播在发力啊！我说实话，上一把队友4v4是完全被爆啊，而且是疯狂被爆。只要4v4团战一打起来，队友就是0换4、0换4、0换4、0换4，换一个都做不到。你跟我说上把队友发力吗？我能说上把队友其实中单和打野玩的还可以，但你绝对不能说上把其实是队友在发力啊！上把真是主播在发力吧？这弓都不给主播要的话，主播要哭了呀！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要死了？这10人不果断啊！他果断呢，说不定有机会能杀我，因为我没升4级，我3级跟他打的，我3级满级先跟他打的，他如果果断点，说不定有机会能杀我，就闪现躲我的 W。但估计也没会，因为他闪现躲我的 W， 我大概率我也会闪现躲，我会跑，然后升4级，他大概还是要死。能认可，我能认可的。队友我还挺能认可的，除了不太认可 ADC 啊。急，哈哈哈，急，急，哈哈哈！哪场 K 头啊！我靠，笑死我了。这人头送给石头人啊，无所谓。我们送给石头人这波不会亏线，我们把兵线拉了一下。主播，我只能说演员啊，石头人闪现内圈 A 一下我就死了。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，主播脑子里有脑机呢？他闪现 A 我的一瞬间，我也闪现，然后 W 刮中他呢？如果他闪现，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集锦操作呢？那你就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，在他闪现的一瞬间，我也进行一个后跳闪，然后一个 W 变成一个 W 闪，极限躲掉他的闪现 A， 然后极尽操作加入，标题就叫做玩青钢影就得极限操作啊！
哎呀我靠，这冰能漏的。一上去踢脚，耳断 Q。这建档给我赚的有点轻松啊！不对，观众评评理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号11连胜了，70多胜率的号11连胜了，老板要我3连胜才给我续建档。你转头来一句，主播这个建档赚的太轻松了。你可以说你微的那一波主播赚的比较轻松，你不能说这个建档我赚的轻松啊！我连续翻盘2把，你跟我说我赚的轻松啊，有点过分了呀，我生气了呀。有点危险啊！死的人有点火的话，我们这波会死的。推了线赶紧走吧，这波要撤了。你11连胜的号给我，还要3连胜才给我续建，你真的，这不是老剑啊！给我，并且给我上过提督，我真不干啊！我靠！先吃个果子保一下血量 ，W 刮他回口血。哎呦，这石头人好猛啊！我觉得石头人这个英雄对线，为什么？这石人对线为什么这么猛啊？就让我上号给你打这些翻盘局，然后。ELO 消除了之后，你自己在上号爽玩是吧？妈，这个建档给你玩明白了。哎呀，都怪你！我刚刚回头看你弹幕去了。你得赔。这个怎么会躲不掉呢？我他妈回头看弹幕去了，回头一看他妈10的人突然撞我了。哎，他这个斩杀线真的有点高吧？半血直接秒了，我靠！不是，我看他妈歪头看弹幕去了。靠！好疼好疼！这被10人撞死了，我真不能接受啊！有点难以接受啊！那10人斩杀线好高哦，说实话，半血直接秒了。我们母石头人来了，先 Q 他一下，不让他刷盾。哇！真不是我错觉吧，兄弟们？我觉得这版本10人好强啊！我每次打10人，我都有一个感慨，就是这英雄怎么这么强？这不是我错觉吧？我真觉得这英雄好强啊！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然我感觉我又要死，顶不住了，真是。然后建档如果要打号的话，可以加我，看你的私信啊，私信有主播的一个微信，你加主播的微信，然后发号给我就行了。或者说你想要直播间扫码也行，在直播间扫码也记得哦，兄弟们，是建档扫号，给老板扫哦。这还是削弱过的，好吧？我记得这还是削了的版本啊，这10人这个版本已经被削了。推线吧，推线如果能吃波镀层，我们钱够3项的。我们还差400块钱3项，吃完这波线200多，再吃2层镀层的话就够了。躲一个彗星，啊，伤害真的好高。他们这波打野不在啊 ，Q 接 W 回口血，然后在 A 接拉起。OK， 轻松反杀啊，真的。
这波他直接贴脸放大，我这波本来想大招主他 Q 的，可惜他居然交的不是 Q 是 E 吗？当然没有关系啊，兄弟们，这波还是轻松拿下。那问你轻松在哪？那问你轻松在哪 ？OK， 这波回家三项啊！哎，不说话的李靖的粉丝手幅啊，这个手幅是什么？灯牌吗？就是以前的灯牌改成手幅了吗？好吓人啊！我觉得石痕这英雄好猛，真的，这英雄真的有点我看不懂，就是伤害太高了，有种数值怪的味道。我觉得石痕这个英雄真的给我一种数值怪的味道。尽量把阿顿 Q 踢到他身上，踢不到的话就走。然后这里再蓄力一个阿顿 Q， 一技能挂墙，哇，移速好高啊，追不上。这里 Q 接 W， 然后再追上去踢一个阿顿 Q， 好，这一脚就很痛了。等他补这个炮车的时候再 Q 一下，追不到呀，不行，我不能再吃他 Q 了，我再吃他 Q， 我觉得我血量太低了，不吃他 Q 了，躲着吧，打不过就躲着，就不给他 Q， 这样他 Q 不到的位置。然后这波 Q 接 W， 然后踢一脚阿顿 Q， 公式打法，兄弟们，等他补这个刀，然后再一技能回去，再来一脚阿顿 Q， 这两脚阿顿 Q 直接把他血量打低了。算了，跑了吧，我是真怕你，我这食人这东西怪怪的。上剑打号2码，如果需要打号的兄弟们，可以私信我啊。前面的剑档也可以啊，之前上的剑也可以啊，没安排的都可以安排用。或者要不要继续给你打5连胜给我上提督怎么样？海绵毛稍微怎么样？我5连胜给你上提督怎么样？5连胜给我上提督如何？你好，你提督掉多久了？而且5连胜其实很难啊。OK， 这波把他打残，不着急，先蓄力阿顿 Q， Q 这个果子蓄力阿顿 Q， 然后干嘛呢？大刀落地一个阿顿 Q 出塔，死不了，刚刚好，轻松单杀。他这波肯定会撞我，但是你只要不跟所有小兵在一起，防御塔是不会打我们的，因为他不可能一下把所有小兵全部清掉。好，这一层路程直接回家。没米了，有米了，不用你打号也给你上，可以，可以，不枉费我对你那么好啊。走一手吸血吧，这个东西是打消耗的，食人这个英雄是打消耗的，那我们就做点吸血就好了，做点吸血就很好打了，就可以轻松拿捏他了。谢谢银牛水的粉丝手幅，谢谢墨月的灯牌。哎，这不是一个提督都没了吗？我们提督掉完了呀，这不是一个提督都没了吗？食人确实素质啊，没有办法。青盖这个英雄吧，就说句话，说句实话，就是青盖这个英雄前期真的很一般，真的很一般。就你玩的再顶级也没用。就英雄它这个东西是有限制的，英雄还是会限制你的一个操作的。这个英雄就是前期不厉害，但是换来了什么呢？换来是我们后期、中后期非常强大的一个带节奏和一个战斗能力。我觉得青盖的翻盘能力真的算非常顶尖的。就为什么主播总能翻盘，这我觉得就是因为青盖这个英雄翻盘能力非常顶尖，抓机会能力非常强，抓机会能力强，同时后期的一个输出能力也强，再加上这个英雄是一个6边形战士，青盖其实是个6边形战士，又能扛又能打，又机动性又强，又能打漏又能打脆皮，
机动性还强，还能开团，还能单带。这个英雄就是个6边形战士，但代价是什么呢？代价就是前期太弱了，代价就是我们前期真的很弱，数值这一块可以说是拉完了。直接交大了。为什么好多青干你都搬武器大师啊？就这样说吧，搬武器大师你觉得是因为什么？对线打不过武器是一个方面，但其实武器大师对线不算最难打的英雄，武器大师对线根本算不上一个特别难打的英雄，其实可以打武器大师，难打的英雄那么多，其实武器大师也就那样。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呢？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就算对线杀武器大师很多次，你就算对线杀武器大师很多次，你后期依旧很难打他。他稍微起一点点装备，他就可以追着你打，这才是真正恶心的地方。别追我了！完了，我感觉我死了。我们还有一个卡特。哎，没搞了。对线难打的英雄太多了，一抓一箩筐啊！就是你在上路40-50个英雄，你随便抓，你随便挑10个英雄，难打的英雄起码有6-7个、7-8个以上，随便挑，就上路英雄就没有我们不难打的。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武器大师这个英雄。他技能全方位 counter 青干影，就是前期比青干影强，中期比青干影强，后期也比青干影强。你这找谁说理去？单带也比你强，打团也比你强，对线也比你强，中期也比你强，后期也比你强。你要碰上武器大师，就是纯粹的享受。我这评价就纯粹的享受。纯粹的享受啊！你就算对线打赢他了也没用。那为什么不玩武器呢？因为武器大师也就那样啊。我真摇人的话，其实很好啊，可以把武器干死。而且他只是比我们强一点点而已，但并不是说我们没办法对抗。而青干也有他独特厉害的地方，就比如说武器大师的机动性没有我们强，开团能力没有我们强，单带能力也跟我们武器大师跟我们半斤八两。对线能力其实武器大师也跟我们半斤八两，也就比我们强一点点而已。他只是 counter 我们，知道吗？他技能机制 counter 我们。如果他是打别的英雄的话，他就没那么强了。他只是所有的机制都是 counter 我们的。先上去踢加中 Q， 好，他这个血量再来加中 Q 就死了。他这个时候他就必须得回家了，他不回家他再塔下就等死。但是他回家呢，我们就可以拆塔了。很难抉择啊，他回家我们就拆塔，他不回家我们就杀他。你说他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卡特来了，别管他，不用管他。幽默，我说出来，卡特这个英雄强归强，但是面对青干人的时候就是路边一条，知道吗？不是你说卡特的英雄强吧？强啊，是真强。我看那些卡特9哥全部都在乱杀，甚至我排到的卡特也基本上把 C。但是卡特这个英雄面对青干人的时候，全方位抗的，单带被我们乱杀，打团被我们乱杀，对线也被我们乱杀。那你能说卡特不强吗？这个东西就跟石头剪刀布一样，一环克一环。一环克一环的，就卡特这个英雄在我们面前就是路边一条。我排位遇到过莲花刀呀，他在我对面乱杀其他人，然后碰到我就死，没有用，知道吗？卡特这个英雄碰到青干也就是头痛，巨头痛。单带发育碰到青干也头痛，打团看到青干也头痛。我们大招直接给他困住啊，然后卡特的伤害对我们又无效。
世界面都随便拿可的，那你问一下他们最怕谁？应该没有别的上单英雄比青干也还counter卡特了吧？我就这样跟你讲吧，你看卡特95个直播的时候，你会我操，卡特怎么那么强？大家就很搞笑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排到他们的时候，不是怎么这么路边啊？你们懂吗？就是那些卡特95哥排到的时候，在我对面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怎么这么路边啊？就是太 counter 了，真的就是太 counter 了，不是别人路边，是你他妈你英雄太 counter 别人，别人根本没法发力，你知道吗？就卡特那英雄看到青干的时候根本没法发力，完全发不了力。只能换个石头人了，兄弟，这波只能换个石头人了，没办法了，他们3个人多，劫的话都还能拉扯一下，我跟你们讲，劫的话都还能拉扯一下。最怕盖伦吗？其实我觉得不怕盖伦，首先没人玩盖伦，盖伦这英雄高分的没人玩，其次盖伦这个英雄不灵活，你避开盖伦打就好了。但是你打团的话，青干是随便黏住你的，随便抓住你的。你只要进去一个大招框住你，你就懵逼了。就每次都这样。我看那些卡，我经常看那些卡特95个直播啊，看他们直播的时候，感觉卡特怎么那么牛逼呢？真排到的时候，啊，就这样吗？就真的就是一环克一环，你们懂吗？英雄 counter 这一块，没有办法，英雄 counter。主播石头人技能全交了，先杀男枪，杀不掉人。男枪起码要2脚2盾 Q， 那个石人只要1脚2盾 Q， 而我只有踢1脚2盾 Q 的时间，只能杀一个，只能杀石头人。观察一下队友什么情况，队友还有战斗力，那我们直接 TP 吧。先蓄力2盾 Q，W 接 E，W 直接把他框死，然后挂点火，一个 Q 蓄力一下2盾 Q，1脚2盾 Q 给他做掉。直接落地3杀。看你这么久，为什么对面没人玩晚豪呢？因为晚豪这个英雄玩的人很少啊，晚豪的英雄不厉害。你看卡特这波复活了，对不对？我给你看一下他有多路边，你看有多路边，兄弟们，两件套的卡特，纯纯路边一条。谢谢救世主的一个牛啊！秩序因我而存在。这个也应该看不到吧？看不到。就是非常路边啊，没有办法，做不假鞋了。对面男枪很肥，卡特的话不用管，卡特感觉无视他就行了。直接无视卡特就可以了。他们这波1个2个，他们家里的话最少3个人啊，不刷的卡特啊，让他再活一会儿。男枪不在，那可以啊，直接先把这个水晶拆了。你疯了？你说你是不是疯了，卡特？你说你是不是疯了呢？纯纯路边一条啊！所以你们懂我当时排位遇到那些卡特95个的时候什么感觉吧？